的长尾效应，当官方售后遇上王一博的极致反差与实力沉淀，2026年开年以来，内娱的热闹场面真不少，但能把大家的心一下子攥紧，又悄悄预贴的，还得是5月15日那天央视春晚和新华社联手送出的那份迟到却厚重的惊喜。整整3个月过去了，就在大众以为马年春晚的舞台早已翻篇，热搜也早被新话题覆盖的时候，两大国家级平台突然同步释出王一博与郭富城合作舞台闪耀动起来的独家幕后花絮与高清海报。这波操作一出来，社交平台直接沸腾，网友齐刷内娱独一份的延时售后。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发点物料吗？但咱们得细品，这早就超出了常规宣发的范畴，更像是一种对优质内容的长效存档。官方愿意花心思去打磨、去回甘，说明行业心里有杆秤，真正经得起推敲的舞台，值得被反复咀嚼。我个人的第一反应是，这种慢半拍的官方售后，恰恰是对当下快消式娱乐生态的一种温柔修正。它提醒我们，好内容不该只活在3天的热搜里，而是该有它的长尾价值。而王一博恰恰成了这杆秤上最稳的那颗星，他的专业交付配得上这份国家级的郑重回礼。咱们聊聊这次被全网疯传的反差感。很多人一眼就被那个台上炸场台下奶萌的切换戳中了，但你若真去逐帧扒那段花絮，就会发现这种反差从来不是人设包装出来的，而是专业素养与真实性格的自然流露。舞台上那身黑金造型配上他干脆利落的卡点，力量感是直接砸在地板上的。有个细节特别抓人，他一个扫堂腿下去，舞台地板愣是被实打实蹭出2道白痕。这可不是后期特效，是肌肉控制与爆发力的物理证明。5.5小时播放量破亿，创下春晚史上最快纪录，数据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重复与肌肉记忆。可镜头一转，卸下打光灯，他缩着肩膀，抿嘴笑，眼神里透着点没回过神的懵懂，那种瞬间的松弛特别动人。我常跟做演艺经纪的朋友聊，其实真正的顶尖艺人从来不需要刻意造反差，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本来就是2套精密运转的系统。台上是毫厘必争的表演机器，台下是会被一句夸奖逗笑，会害羞的普通人。这种不掺假的鲜活，才是观众愿意长久追随的底气。咱们看多了流水线上打磨出来的完美偶像，反而对这种带着毛边的真实感格外珍惜。王一博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既能在高压舞台上交出满分答卷，又能在镜头前保留住那份不设防的真诚。这年头能同时拿捏专业度与人情味的，确实不多见。郭富城和王一博的这段合作，很多人用神仙同框来形容，但我更愿意叫它行业温度的实景教学。花絮里，天王级的前辈没有半点架子，反而全程带着一种老前辈看自家孩子终于挑大梁的欣慰。郭富城那句王一博就是我心中的舞王，听着轻描淡写，分量却极重。你想想，在华语唱跳领域摸爬滚打几十年，见过无数起伏的人，能对一个年轻后辈给出这样的定调，绝不是客套寒暄。排练室里两人一遍遍抠动作，对齐呼吸节奏的画面，其实特别能说明问题。顶级舞台从来不是靠天赋硬扛，而是靠敬畏心死磕。郭富城愿意为他量身写歌，反复磨合，王一博则拿出100%的专注去消化，去呈现。这种双向奔赴的敬业，才是闪耀动起来能零瑕疵落地的根本。我私下里常感慨，内娱有时候太着急造星，却忘了传灯的意义。前辈的经验，对舞台的敬畏，对细节的死磕，这些没法速成的东西，恰恰需要在这种实打实的合作里完成交接。两代舞王站在一起，没有代际的隔阂，只有对艺术的同频共振。这种画面看多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娱乐圈不该只有流量和热搜，更该有这种静水流深的专业传承。王一博接住的，不只是一次舞台机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行业认可。他用谦逊和努力证明，后浪的锐气，完全可以和前浪的底蕴完美兼容。就在春晚余热未散的时候，另一条消息悄然而至，却分量十足。王一博演唱的《天高海阔》成功入选2025年度听见中国听见你优秀歌曲。这已经是他连续第2年拿到这项国家级音乐荣誉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又是主旋律加正能量的常规操作，但如果你静下心来听这首歌，会发现它的质感完全跳出了公式化框架。旋律昂扬却不含口号，歌词写逐梦却落脚于具体的少年心气。王一博的嗓音在这首歌里展现出一种难得的叙事感，没有过度炫技，而是用气息的吞吐把那种坦荡和力量一层层推出来。连续2年获官方音乐项目认可，含金量不用多说。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恰恰印证了王一博在音乐路线上的清醒。
他没有盲目跟风做短视频热单，而是选择用作品去沉淀，去对话更广泛的听众群体。从万物可爱的灵动到天高海阔的辽阔，他的音乐人格在稳步拓宽。主流媒体的高频点赞，也不是单纯因为顶流光环，而是作品本身经得起反复听，经得起时间检验。咱们现在听歌的环境其实挺浮躁的，但真正能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带着真诚体温的声音。王一博在这条路上走得挺稳，不急着证明自己，而是让作品慢慢说话。这种节奏，在快消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国家级认证的背书，不是终点，更像是一个路标，告诉你，他是做音乐的人，市场和时间都不会亏待。回过头看王一博这几年的轨迹，其实是一部挺典型的去标签化成长史。刚被大众熟知的时候，他身上贴着太多娱乐工业赋予的刻板印象，但你看他一步步走过来，靠的从来不是热搜营销，而是实打实的舞台，实打实的作品，实打实的业务增量。闪耀动起来的破亿播放是数据，天高海阔的国家级认证是口碑，而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艺人最硬的护城河。我常跟同行探讨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艺人能穿越周期？答案往往很简单，把专业当底线，把热爱当燃料，把谦逊当常态。王一博身上有一种很稀缺的钝感力，不随波逐流，不急于辩解，只是默默把该做的事做到极致。这种性格在娱乐圈其实挺吃亏的，因为它不够戏剧性，但长期来看，它却是最稳的资产。官方愿意给足售后，音乐奖项愿意连续认可，本质上都是行业在投票。大家看腻了虚浮的包装，开始重新尊重那些愿意在练功房里流汗，在录音棚里死磕的人。王一博的每一步，其实都在悄悄改写大众对偶像的定义。他不是靠人设立住的，而是靠作品一块块砖垒起来的。这种路径走起来慢，但地基打得深。我挺欣赏这种不疾不徐的节奏，它让人看到，真正的长红不是靠一波波话题堆出来的，而是靠一次次靠谱的交付累积出来的。文章写到这儿，其实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未来可期的客套话了，因为王一博的现状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2026年的他依然保持着那种让人安心的节奏，舞台交给专业，私下留给真实，音乐交给时间。他既能驾驭聚光灯下的极致闪耀，也能守得住幕后的纯粹与安静。这种平衡感不是天生就有，而是无数次选择与坚持淬炼出来的。咱们看一个艺人能走多远，从来不是看他起点有多高，而是看他能不能在喧嚣中保持定力。王一博用《天高海阔》这首歌名，其实也暗合了他自己的心境，不困于一隅，不逐于浮名，只是朝着更开阔的地方走。官方的高规格售后，行业的正向反馈，听众的持续认可，这些都是路标，不是天花板。我个人的感触是，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愿意做慢功夫的人，反而最能走远。王一博的故事给很多年轻人打了个样，热爱不是口号，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与精进，实力不是人设，是关键时刻拿得出手的底气。天高海阔，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愿景，而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版图。期待他继续带着这份赤诚，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不慌不忙地发光。毕竟，真正的闪耀，从来不怕被时间检验，也不惧被岁月打量。